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的题目是在针对说断联或者是比较少联系的对象，在对方的话，他是不是值得你继续等待下去？那么他有要准备付出行动了吗？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的第一组是力量牌，中间第2组是月亮牌，右边第3组是魔术师牌。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还没选择好的话按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宇宙所想要带给你们的解析。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力量牌组的朋友，那么在目前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其实你会认为你已经投入了非常多的耐心，还有时间，以及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你已经有非常多的感情注入在里面。那同时在你们2个人之间过往相处中的点点滴滴，其实有发生过很多那种起起伏伏各种的一个事情，那你们也是终于度过了非常多的难，才终于到达了现在目前2个人之间的感情的基础是比较稳固，又或者是2个人之间的感情是终于比较和睦，又或者是2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终于比较的亲近跟靠近，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其实在目前现在来看的话，你们的现在关系的状态是你们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以及经历了非常多的付出，才终于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们现在是非常的珍惜。那在过往的话，2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么的好，对方其实应该还蛮常会拒绝你们，又或者是说你在曾经对这段关系你非常担心对方究竟是有没有喜欢你，或者是他是不是很在乎你们这段关系，又或者是说对方他对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又或者是他身边是不是有其他的对象，又或者是对方他是不是有在意你，很多这种胡思乱想，又或者说有很多这种各种的假设各种的想法。所以目前的关系来看的话，其实虽然对方好像现在跟你之间的互动没有到那么的多，又或者是对方现在可能没有在你们身边，但是你依然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你还是保持着一个有相当一定程度的信心，或者是在对这段关系你还是有很多你放不下的各种的回忆，或者是各种的感觉。其实每当你在深夜的时候，你就会想起到对方曾经对你的好，或者是对方他曾经本来是对于你这段关系是没有非常在乎，又或者是对方本来在对于你们之间感情他是没有想要去把握住的，或者说他本来是没有想要去在乎你们，是没有想要去做付出的。但在你们终于付出很多的努力之后，那对方他有被你们的感动所打动了，或者说他有被你们的付出所感动到，所以他愿意去调整他自己，然后慢慢的去让你们靠近他，或者是慢慢的他愿意去改变他自己，对你们越来越好。所以每当对方他对你们越来越好，或者说对方他对你们态度越来越有软化的时候，那么就会不自觉付出很多的金钱，或者说不自觉会付出很多的时间在对方身上。所以对你来说，这段关系的话，你不仅付出了很多的耐心，也付出了非常多的金钱，买小礼物送他，或者是你会想要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如果对方是本身比较没有钱，就会想要帮他多出一点钱，或者是就常常请他吃晚餐，常常请他吃饭，或是常常会带一些小点心、小礼物送给对方。那如果说当对方他需要有人陪伴，或者是他需要有人帮忙的时候，你就会义不容辞的会陪伴在他身边，或者是说你会想要多花一点时间陪在他身边，帮助他。所以无论是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你们都会想办法把自己最好的一切给予对方。不过在暗夜里面的话，你们自己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会不自觉的想起曾经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你们一些的伤痛，或者是说你们曾经这段关系所走过很多不容易的这些的事情，或者说曾经对方拒绝你啊，或者是对方曾经比较不看好我们这段关系。其实对方本来是不看好你们这段关系的，甚至他反而会曾经
常常会讲出一些比较伤害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话，所以呢，这段关系也算是说你其实真的，就说你给予自己有很大的耐心，然后也一直不断的去说服你自己，想办法去坚持在这段关系里面，在不断的努力之下，才终于能够去稳固好这段关系。要不然，这段关系如果说并不是曾经你愿意去努力，不是你想要继续坚持下去，要不然这段关系应该很容易或者是很快的就会结束掉你们这段缘分。所以对你来说，其实这段缘分算是一个好不容易才终于得到，或者说好不容易才终于拥有的，你不容许任何人或者说任何事情去破坏掉这一段好不容易得来的缘分。就算是对方他曾经是非常的不在乎，或者说曾经总是说出伤害你们这些的事情，或者说伤害你们的这些的话，但是呢，对方你们对对方的话就是有那种一见如故，或者是说有很多放不下的情感，所以你愿意付出你自己所有的一切，就想要去稳固好这段关系。所以目前对你来说，就算是已经断联了，或者是已经很少联系了，你们依然还是不想要去放弃掉这一段曾经好不容易得来的这个缘分。那这些其实以对方来看的话，目前来说，他其实在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他还是有很多放不下的这样的情感，或者是他还是会有常常会想到说，如果他还是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会愿意想要继续付出努力，或者说他想要继续的去稳固好你们的这段关系。那首先我们来讲到，如果说是在比较好的这个局面的话，其实在他心情好，或者是说在他比较需要你的这些情感支撑的时候，其实他就会很常去想起到你们所付出的一切，或者是说你们为了这段关系，你们付出了许多的努力，或者是你们为了他，你们付出非常多的耐心，就是其实在一直以来，除了你以外都没有人愿意像你一样，为了他付出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金钱，或者是说那么多的耐心。过去许多的人都不想要去跟他说话，或者是很多的人都会因为他的条件不好，所以就不想要去搭理他。那你条件那么好，甚至你条件比他还要好，又或者是说你们明明知道他没有那么喜欢你们，但是你们依然是非常的有耐心去照顾他，或者说非常的有耐心待在他身边，或者是非常有耐心的去经营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你这段关系的话，虽然在还没有那种情感上的交流，或者说还没有像是有爱情般的暧昧存在之前的话，他发现到其实你对他非常的好，甚至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协调性的话也非常的棒。那两人之间的互动的话，也是相当的和谐，所以因此呢，两人之间在互动上面的话，他会认为其实两个之间的情感是非常的深厚的，所以他对于你的信任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其实曾经对于他来说，他会想要让我们这段关系走得更长远、更长久。就算是没有爱情，两人之间也是可以当成非常棒的友谊，或者说非常好的朋友，两人之间可以经常的互说心事。所以他是有非常的想要去把这段关系巩固的非常好，所以他曾经也是愿意非常花很多的时间，想要去照顾好你们的这段关系，或者是想要花更多时间、更多的金钱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所以说他可能没有办法赚很多的钱，或者说他可能没有办法用金钱回馈给你们，但是他也依然呢很愿意呢想要去陪伴你们，或者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想要待在你们身边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曾经在过往的时候，其实这段关系他真的有想的要走一个更长远的路，或者说他连你们之间的未来都想得非常的透彻。可是或许这段关系的话，在感情里面也有可能是因为两人之间在对于爱情的话是没有一定的共识，或者说两人之间在对于感情上面，有可能对方对于你的感情是还没有到想要交往在一起，只想暧昧，或者是有的人如果说是已经在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那可能对方他会认为说自己的金钱或者说自己的工作状况是没有到他所心中所想要的那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因此呢，他会认为他没有办法给予你们这段关系一个承诺，或者说没办法给予你更好的未来，那么他就不想要去耽误到你的时间。所以因此在牌面上，虽然我们都感觉到对方他其实在对说你们这段关系有非常好的想法跟想象，但是也可以知道说其实对他来看，如果说一段感情里面他没有办法给予对方他所认为最好的生活，或者是给予对方最好的一些在生活上的一个支持，或者是一些在生活上的一个付出的话，那么他就宁可不要这段关系。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因为对于说自己的想法或者说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那当然这样的话就会容易去拖累到你们的这段关系。
因为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对方他太过于重视所谓物质上的付出，或者是说在物质上的一个表现，所以当你们这段关系如果说是呈现在一个断联，或是说比较少联系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就意味着说对方他会认为他不仅没有办法多陪伴着你们，他也没办法给予你们在物质上实质上的付出跟表现，那当然就会导致于说让他在这段关系里面他是非常的没有自信心的。那他没有自信心的时候，他会认为他就没有资格去听你说话，或者说没有资格去承担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所想拥有的，或者是他不应该拥有你们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耐心，因为他会认为当他接受了你的付出，当他接受了你的安排，当他接受了你的陪伴，那么他就会觉得他非常有压力，会认为说他就是必须要去付出跟你相同等值的这样情感上的回馈，但是很可惜就是他并没有办法给予说你们这样的情感上的一个回馈，或者说情感上这样的付出，因此他就想要去离开，或者说去远离你们的这段关系。等到他准备好了，等到他想好了，或者说等到他真的所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才会想要去待在你们身边，或者说他才想要去陪伴着你们。所以其实这个人的话，以目前来看，你们可能需要给他更多的时间，或者是给他更多的表现的机会，或者说给他更多的安慰，给他更多的陪伴，或者说给他更多在人生中的方向。如果说我们是他职场上的话，不妨就可以给他更多一个表现的机会，让他可以有更多的表现，或者说更多训练的可能性，或者说在职场上一个专业上的一个能力上的培养。那么这样的话，或许呢就可以去创造出他在工作上一个更亮眼的一个成绩。好，那我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的讯息。可以知道说，其实在对方他心里面的话，他真的给予他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压力。那你们曾经所对于说他的付出的话，其实他都是有看在心里，甚至他都是有很明显的感受得到的。那甚至在关系之中的话，其实他也非常的挣扎，也是非常的就是说他会容易想的非常多。所以呢，他其实在对说你这段关系，如果说他真的还没有准备好，又或者是他真的还没有那个勇气，或是他真的还没有想要去为了这段关系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奉献，或者是说他还没有办法为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的时候，其实他就会觉得他自己是没有那个资格可以站在你们身边。那并且我们可以知道说，在台面上的话，我们又同样的都有抽到国王跟皇后的牌，所以意味着说在对方心里面，其实你们俩之间的一个身份，或你们俩之间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那种情感中所存在的这种身份的话，就是所谓国王跟皇后。所以就意味着说，其实对他来讲的话，他们俩之间就像是阴阳两极一样，不仅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呢又两之间是非常的有相辅相成的效果。所以因此呢，在他心目中你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或者是非常有魅力的这样一个存在。只是对他来看的话，就会认为两人之间就会因为有时候会有点相像，或者说两者有时候又非常的不同，所以呢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说太过于相像的话，当两之间是有相同程度，比如说在同个领域，或者说两之间是有同样的专业的背景，他会觉得会比较有压力，因为他也会担心说他会被你给比下去，或者说他站在你身边会显得没有办法那么的耀眼。但是有个比较好的一面就是说，因为两之间有时候不一样，所以两个人之间讲出来的观点都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点，但是讲出来的话所分析出来的结果又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反而又会有一个相辅相成，会看出说另外一个观点中的一个缺点，或者说看出说一个观点里面需要再补足，或者说再变个补强的部分。所以跟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认为两之间其实是有那种非常的顺畅，或者是说会觉得跟相处在一起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所以因此呢，在关系之中的话，他会经常感觉到有时候会有一种压力，或者说有时候又会觉得可以感觉到非常放松，因为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遇到一个灵魂伴侣，或者说像是双生火焰般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可是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其他脑海里面经常会有很多的不安全感，或者是会有很多的一个担心跟担忧，因为他会担心说这段关系他俩之间越来越好的时候，那么他会不会就是配不上你。那如果说当关系之间又越来越不好，或者说两之间开始关系走下坡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认为或许两之间会不会就是会没有未来。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就是因为他容易想的非常多，他没有办法放下他心里面在对于说爱情中他想要去负责任的这个枷锁，或者说他没有办法去放下他在对于这段感情或者说对爱情里面
他所必须要表现出来的一个身份的应该要有的样子。所以其实这个人当他在面对说他自己所可能所喜欢的人，或者说当他想要待在那个人身边的时候，他会不轻易的掉眼泪，或者是说他会想办法让自己看起来很坚强，但是实际上呢，他其实会忽略掉说，其实他也是很需要被人给安慰的，或者说在一段感情里面，当他越信任对方的时候，其实就越会容易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个性，或者说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所以因此在关系里面，有时候他可能也是需要受到照顾的时候，其实他就应该要表现出他的脆弱。当他表现出他脆弱的时候，被你给安慰，或者说受到你的呵护跟照顾，其实反而越能够去增进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发展。所以就是因为他有时候太过于好面子了，或者说他有时候会太过于去忘记掉自己其实有时候也是需要去示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会导致说让他可能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一个经营上面的话，他就会变得是非常的有点懦弱，或者说他会容易会认为自己应要去为这段关系付出所有的责任，但实际上是你会觉得说其实真的也是不需要。所以因此对他来看的话，以现在来看，其实他并还没有想要去付出行动，他会认为希望说等到他自己心理的建设是已经非常的有自信心了，或者是说他的工作的状态是非常的好了，又或者是在这份他目前生活中是他能够去摆脱掉他原本那个责任，或者说他原本的包袱的时候，他才会想要去为这段关系做更多，或者说去付出更多的努力。那这时候你们可能就会担心说以他来看的话，那你们是不是会容易被取代，或者说你们是不是真的要去接受这个人他的对你们的好，或者是说接下来的话，如果说对方真的回到你们身边，那是有可能他就会有其他的对象，你们其实心中应该会有这方面的担忧跟想法。所以因此呢，在以台面上的话，塔罗牌是想要透过应该说宇宙想要透过塔罗牌讯息是想要告诉你们会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当对方如果说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他非常在乎他在工作上的表现，或者说他本身所拥有多少的金钱，或者是他现在的工作状况是好不好。那如果说对方工作状况是好的，或者说对方本身就赚很多钱，或者说对方其实他的工作的在对于说工作上的抗压力是还不错的话，那么你们其实可以非常的放心，就是因为对方如果他就是太在乎他自己本身所应该要拥有实际上的一个东西，如果说他就拥有了，那么他其实这人自信心基本上就还不错，那么他就是一定还会再回到你们身边，所以你们就可以非常的放心，就是可以很值得等待这个人，因为对方他愿意带着满面的笑容，或者说非常有自信心爆棚化来到你们的身边，然后愿意将他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跟你们做分享。但如果说这个人他的工作环境不好，或者他的金钱状况也不佳，或者是他的工作上能力表现也都是属于平平的，或者是他的升迁的这机会是比较小的，或者是他一直来都金钱上面的薪水啊、月薪、年薪都是没有很大涨幅，或者说是没有一个成长的空间跟机会的话，那么这段关系其实就算你们真的回到他身边，或者说对方他真的来到你们身边的话，你们还是会容易会因为他的一个外在的因素，导致于说让他的情绪上不好，或者说他就没有办法把他的心思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那这样的话就会容易让这段关系是没有办法可以顺利往下走的。只是因为当对方他回到你们身边的时候，如果说他的工作或者是他的经济能力状况不好的话，他也不会轻易的让你知道，等到他让你知道，或者说他跟你说的时候，都是他心中已经已经承受了没有办法再承受的压力，或者是说他已经会想要来找你求援，那这时候其实就会去影响到你们的这种关系，因为其实这样就会导致于说让你们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仿佛被他给利用，又或者是他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是不是他是抱持着一个有目的性的，或者说是有利益性的，才要去希望说你们是能够待在他身边，或者说他才想要去为了你们多做点什么，其实这样会影响到这段关系里面就会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情况。因为其实当对方他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他并不会完全的说出来，或者说他会语带保留的跟你们说出说他可能心中的一些想法跟感受。那其实在对于你们来看的话，就会很担心说自己是不是会被对方给利用，或者是说对方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要去经营你们这段关系。如果说当对方的
工作状况不好，或者说他的经济能力状况也不好，或者是他的家庭的状况带给他压力很大的话，那么会建议你们，其实这个人就是真的不值得等待了。所以因此呢，在选到这组的你们总共会有2个答案，一个就是当对方如果说他的工作状况、能力啊，或者说金钱状况，或者说生活很稳定，这些都是比较好还不错的话，那么对方是值得等待的。但如果说对方的工作能力不好，经济状况不好，家里给他非常大的压力，让他有点喘不过气来的话，那么其实这个人就是真的不值得等待。但如果说是值得等待的话，你就要非常留意了，因为其实这个人他因为太过于看重他自己本身所应该要拥有的一切，所以当他没有拥有了，或者说当他失去了这些他所应该要得到的一切的话，那么他就会有那种情绪上很大的转变跟起伏。所以这我们就要非常留，就是你们要有非常强大的耐心，或者说要有非常强大的心脏跟信心，就是说你们要给对方很多的关爱，或者说要给对方很多的这些他所必须要有人支撑他的这些情感上的一个避风港。那其实这个人他本身个性上并没有也没有到非常不好，只是因为他容易会把很多事情看得比较糟，或者是说他会认为他就要把事情看得非常的远，他必须要能够去支撑他可能在对说生活中他有必须要去承担的责任跟这一切。所以其实以往好的一面来看，这个人他本身是非常负责任的，但是因为他太过于负责任，或者说他太过于看重这些比较外在事物的一切，所以他就容易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那他给自己很大压力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压力不自觉的会转嫁到你们身上，或者说会不自觉对你们会有一些比较情绪上勒索这个情况。那当然就会容易造成说这段关系会有一些让你们觉得比较不健康，或者是有时候会想要去逃离掉这段关系。那当逃离掉的时候，就会导致于对方他可能心里面就会觉得感情又更不好，或者说他就认为没有人可以照顾得到他，或者是他会认为总是自己一个人去单独面对这一切。当他觉得自己是独自面对这一切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就会想要去萌生出不如就他自己一个人就好了，或者是说就不需要有人去陪伴他。那这时候就会再导致于说我们这段关系会变成另外一个导火线，可能就会有这些的争执啊、吵架，或者是会有这些不愉快的这个情形。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对你们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如果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你可以参考接下来的影片，就是你们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跟洋洋预约个人的占卜哟。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月亮牌组的朋友，那么其实在你们目前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对你来说，虽然两人之间现在是可能属于在一个断联啊，或者是说比较少联系的话，但在你心里还是依然是会相信你们这段关系应该是会蛮有缘分的，或者是说对这段关系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信心。但是呢，也是因为现在目前可能是属于在一个比较没有联系，或者说真的已经断联的状况，所以你也会认为或许自己也要考虑，就是为自己好好考虑一下。然后如果说真的有出现其他的对象的话，你们还是会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方式去选择看看，或者是说会尝试着跟不一样的人相处，或许有不一样的爱情来到你们身边的机会也是有可能性的。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少部分，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会比较呈现于说是只是专注于在那个人，或者是说只想要跟对方在一起。不过比较特别就是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如果说当你们想到对方比较不好的曾经那些他所做的一切，又或者是曾经这段关系曾经有经历过不好的那个风风雨雨，你们还是没办法走出来那个心情的话，你们就会容易有一种想要去报复的心态，又或者是说就不想要去就是会稍微有点讨厌对方这样的状况。就是说大部分来看的话，有的人是属于那种比较没有联系了，又或者说可能比较没有就是说已经断联状况的之下的话，就是反而会有那种把对方想太过于美好，或者说会不自觉的把过往的回忆有一点美化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会有在。但是反正这组的你们是属于那种当断联越久，或者说越少联系的话，就会越容易想起那些不好的回忆，或者是说就越容易去讨厌那一个人。那其实你们自己心里很知道说你们表层是非常在乎对方的，或者说其实你们是非常渴望可以跟对方再次见面，或者说可以再次的相处，或者
是能够再次的重温破镜重圆这段关系这个机会。那其实以目前来看的话，你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个是比较困难的，甚至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也明白知道可能是踩到对方底线，或者说可能这段关系真的已经有点像是撕破脸了，或者说这段关系对方是真的有点厌恶了，所以这段关系反而你会认为说如果真的要去重回的话，是真的是比较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或者是面对这段关系，你会尽可能会希望说把曾经他好的跟不好的你都要很认真去想过，或者说你就要去做个心中的衡量，不要因为感情用事，然后就会认为说这段关系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或者说这段关系就是一定要在一起，你们会尽可能会希望说自己要用一个站在比较理智的角度去看待，只是当想起不好的时候，你们就会开始比较去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会开始有点怨恨对方。那有一部分人就是你们会一直真的很想要去等待对方，这个是比较少部分的，就是说对方无论过往对你们做了多少事情，或者说对方他不管对你们做了什么，其实你们还是会去很惦记着对方曾经所为你们付出的一切，或者说其实这段关系也是有一个美好的回忆，曾经所付出的一切，或者说曾经所相处的点点滴滴，都是造成说应该说是反而让你们想要愿意去等待着对方，或者说反而愿意的想要去为这段关系自己可以所做的一切能够做到什么就做，但只是因为自己还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或者说还是会很担心说对方是有其他的对象，或者说有其他的考虑的人选，所以反而会让你们自己很去担心说这段关系反而是不是会让你们有空欢喜一场，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是不是就会有不太可能这个机会，就是你们会有很多这方面担忧跟想法，反而会让你们自己会不敢去谈下一段恋爱跟感情。其实这个来到你们生命里面的话，你们本来是不太愿意去谈感情的，或者说你们本来就对于爱情是有一点点的保留，是不太愿意去相信对方，或者说不太愿意把自己最真实的感情的想法付出奉献。但就因为遇到这个人之后，他的很多的做法，或者说他很多的表现，跟你们曾经可能过往所认识的人，或者是过往所碰到的对象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导致于让你们会愿意去相信这个人。那这个人又突然这样子离开，或者说这个人又突然这样子消失，或者说又少联系的话，又反而让你们曾经的这个好不容易的信任，曾经这样好不容易建立的信心，又开始被崩毁，或者说又溃体了，所以反而会让你们有很多的担心跟担忧，就是说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谈恋爱，或者是说自己是不是反而应该要孤身一人，或者是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去面对自己是容易遇到对方不愿意待在自己身边的这样的很多的诸类此类的想法。那其实在对方来看的话，目前这段关系其实你曾经所带给他的一切，他是非常的珍惜，并且他也会认为说这段关系其实对他来看是一个能够去支撑他，或者是说能够给予他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的空间，或者是人生很重要一个导师。所以曾经你们这段关系其实他是非常惦记着，甚至呢他也是非常在乎这段关系的一个走向，只是以目前来看的话，他会认为既然已经断联或者少联系，一定是因为两之间个性上不合，或者说两之间一定是有个性上面是没有办法有互补的，或者说你是没办法吸引得到他的，或者说两之间是经常讲话是有一种虎头蛇尾，或者是说两之间是没办法讲到，就是说两人之间的讲话的内容是没有办法踏入到彼此内心里面最柔软的那一面，或者是当两人之间真的需要彼此的时候，又是没有办法待在对方身边，又或是两人之间在对于说未来的方向，或者说关系的走向，其实两人之间想法是不同，就是有人可能想结婚，有人不想，或者说有人是希望想要保持暧昧，但是对方可能又不想，那或者是两人之间会希望说有人是可以以可能说可能可以常常的待在对方身边，但是可能有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是必须要远距离等等的，就会有很多种的原因跟很多种的可能性，才会导致于说让他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他会发现到两之间其实是有很
很大的不同，或者是说就算再怎么的相信对方，说再怎么样的两之间都有很多话题可以聊，但还是会有容易因为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或者是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导致于说让这段关系是没有办法再向前走，或是说没有办法让这段关系再向前迈进的。那长痛不如短痛，不如就是早一点分开，或者说早一点分离。所以刚开始你们之间断联或者说少联系的时候，其实他有想过很多次，他会认为其实这段关系他是没办法离开，或者是说他还是想要继续待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或者是他还是会希望说这段关系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他是不想要轻易的去离开，或者是去放下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也还是会想要去为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样的努力，就是说他真的有很多这方面想法跟很多这方面的担忧，但是他很担心说自己是没办法完全付出，或者说自己是没办法达到你所想要的，所以当他想要更深一层或者说更进一步的时候，他会稍微有点退缩，因为他反而会担心自己是没办法照顾得到你，或者是他没办法做到你要的一切，或者是说你对于说这段关系你有太多期待，那反而他是没有想要往那方面的方向走，那么两之间的共识是没有达到，那么就会担心一切都会空欢喜一场，反而会造成你在对于说自己的人生或者说自己的未来的这段关系的话，你会很害怕，你会埋怨他，然后反而会让这段关系会恶化。那恶化的话，就会造成这样的人际或者说彼此之间的磁场的能量会不好，所以他会认为就是还不如就这样子离开了。所以其实以他来看，他想了很多的诸多的那种的想法，或者说诸多的考量之下，他就决定说，那不如这段关系就这样子放开了，或者说就这样子离开。所以其实以目前来看，他反而会认为说，两个人之间既然就这样子结束的话，那就这样子结束吧，就是也不要继续的待在这段关系里面。可是事实上，他这个人虽然他决定要结束，可是他又很常会去想起你们，所以你们曾经可能送他的东西，送他的礼物，他还是依然保留着，他还是会依然有时候会常常拿出来看，拿出来用，因为你们在他心目中其实是已经有一个特定的位置了。可是就因为考量到很多的现实层面的事情，或者说现实层面的条件因素之下，他又不得不一定要去做出决定，或者是去付出这样的一个割舍。那其实在关系里面的话，他还是会依然是期待着说，如果有一天两人之间是真的适合了，或者说两人之间其实是一定两人之间是条件上是有相符，或者说两人之间其实在想法上面是已经有达到共识的话，那么就是想要继续跟你再续前缘。所以其实对方他算是有一种舍不得离开的，但是这只是一个某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有可能对方是已经有萌生出这样的想法，但是他还没有做决定，所以其实你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说，如果对方他还是有时候会去来看你们的动态，跟你们之间的讯息他是有按赞的话，那么就表示其实对方他是有在乎，他还没有真的离开，你们还是有挽救的机会。但如果说对方真的几乎不按赞，或者说已经把你们封锁，或者是已经不太去看你们的文章，不太去看你们的现实动态化，那基本上这个人就是已经快要，就是已经算是放下你们了。那这样的话对你们来说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答案。那其实这段关系的话，你们反而就要去想想接下来应该要怎么看，或者是说对方是不是真的要准备付出行动来迎接你们，或者说来去重回你们的这段关系。那么，家人们可以知道说，其实在经历了你们断联啊，或者是比较少联系，或者是比较少联络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是说让它稍微沉淀了之后，其实当他对于说要不要离开你们这件事情，他真的想了非常多次，他也总是脑海里面会一直不断的去回想你们曾经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曾经这段关系里面所带给予他的改变，或者是说一切美好的这些的回忆。所以因此呢，其实这个人他会希望等到他准备好了，或者是说他真的把他自己的事情给处理好，或者是说等到他真的有越来越有勇气的时候，那么他其实会是想要去回到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或者说他会想要再重回到你们之间的身边。不过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说要不要回到你们身边这个部分的话，他更加看重是两个人之间的生活是不是能够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有那么多的争执，或者说不要有那么多的争吵，
或是两人之间是不是可以不要有那么多的摩擦，是不是两人之间可以有更多一些比较亲密啊，或者说比较多好的互动上面，其实对方他这一次他会认为，当他准备要付出行动的时候，或者说当他真的已经准备好的时候，他希望可以让你感受到他满满的爱，或者是说他在对说这段关系他是有满满很多很多满满的一些的在乎，或者是说可以让你感觉到他在对说这段关系他有多么重视，或者是他有多么的在乎。所以其实这个人的话，他会带着非常多的情感，或者说会带着非常多对于你们这段关系的在乎的感觉，希望呢可以让你知道他的在乎是因为你在他心里面是真的非常重要，或者是说他是非常在乎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跟感觉，是很多人是无法可取代的，或者是没有办法被很多人给替代的。那其实也是因为他会希望说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如果说两个人之间是真的有争执，或者说是真的有纷争，是可以把话讲开，是可以说出来，因为他希望说两人之间是可以有更多的互动，或者是两人之间是可以更加去了解彼此，不要因为有一点点的摩擦，或者说有稍微有一点不理解彼此的这样的想法，然后就有一些争执，然后就造成这段关系的话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情况。所以其实这个人他会希望说，当这段关系是真的有重回的机会，或者说有重回的可能性的话，他会希望呢，你可以尽可能听他的想法，可以接受他的意见，可以接受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他的一些的规划，或者说他的想象，他的想法，把他跟你分享之后，你也可以愿意去接纳，然后愿意去接受，并且他也希望不要只有他一个人改变就好，他也希望你可以跟他一起去做改变。只是有时候他会很担心当他回来找你的时候，他个性上面会不会拿捏不好，或者是说你会不会反而会对他希望说要求更多，他可以为你多做什么，但是对他来看的话，他会希望说当他愿意付出，他愿意做了，你是能够给予他更多的安慰，更多的支持，或者说愿意呢去包容这样子一个不一样的他，不要因为他愿意付出，或者说他愿意做了，然后你反而会对他有更多的枷锁，或者说你反而会要求他做的更多，那这样的话他就反而会去担心，会去害怕他是不是会没有办法去回应你的感情，或者说回应你的要求跟回应你的希望。其实这个人他是真的有打算要付出行动，或者说是真的打算要为你们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但更多他会希望说，当他回来的时候，两之间的气氛，两之间感觉是愉悦的，是开心的。所以当对方他愿意回来的时候，会希望说你们也不要再去一直提及过去他可能没有做到的事情，然后或者说可能他食言的事情，或者是说他曾经对这段关系他所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你们去翻旧账。当你们翻旧账，就反而会去影响到他在对说这段关系的信心，或者说他在对说这段关系他所想要做出的努力，因为他认为他既然已经放下，你又提起，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反而会去伤了他。他认为如果说是一段成熟的感情的话，两个人之间所经历的那些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就是有曾经的摩擦，曾经的伤痕，才有办法去让一段关系有一个升华的机会，让彼此之间可以更加的了解对方。所以他认为那些的摩擦其实也是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还蛮好的养分。虽然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的不愉快，那因为其实这个人他认为说在关系里面的话，他希望是可以快乐的。当他感觉到有一点不快乐，或者说对方反而会去利用他的快乐，比如说去希望他情绪勒索的话，那么其实这样反而会造成说他也是看得出来对方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他就想要去远离掉这段关系，那反而就会造成说这段关系会变出一个比较不好的局面。所以其实也会蛮恭喜你们说，对他来看的话，他反而会认为这样的断联或者说这样的少联系是让他一个洗心革面的这个机会，然后他就想要去重新的回到你们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缘分。那其实在关系里面的话，宇宙其实想告诉你们说，其实这个人他是非常适合，也是会希望建议你们一定要去等待着对方。因为其实这个人当他在面对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话，他会
希望他自己是能够带给你一切，因为我们同样抽到相同的世界牌，所以意味着说在这段关系里面，两之间就是一个命中注定一定要在一起，或者说其实命中注定一定要出现在对方身边，就算你们最后面还是决定说要去离开这个人，或者是并没有给予对方承诺的话，那么其实你们会因为遇到这份爱情之后，让你们俩之间都有一个成长的机会，那就算两之间后面决定是一定要分开，不要在一起，或者说不要成为恋人的话，你们也一定会成为好朋友，或者说你们会成为一个互相会去帮助到对方生活中的一些的事情的人。所以其实这个人来到你们生命里，或者说你们俩之间有这段感情，一个是就是说是你们俩之间的宿命，或者说是你们俩之间所必须要去面对到的一个课题。这课题不仅是要让你们去学会去掌控好自己的情绪，还有去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感情，又或者是说在一份的关系里面的话，是不能有过度的付出，因为有时候这段关系里面会有过度的付出，或者说会有点太过度的在意，然后会让这段关系的话会有这种失衡的情况。因为当一个人特别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另外那个被爱的人肯定会感觉到有一种压力，那这种压力的时候又没办法去回馈给对方，或者说一直不断的就是回馈给之后，那对方会认为好像就是要求爱的人反而会觉得好像你可以做得到我所要求你必须要做到的，那么他就会一直要去那种就是会有点像是无底洞一样，会一直不断的去挖，或者说一直不断的去要，那这时候反而会造成这段关系会有一种不健康的情形。那其实你们俩这段关系也是势必呢一定会经历过这些的考验，或者是说一定会经历过在关系中的断联分开。因为我这边有抽到一个太阳牌，所以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为什么会值得等待，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命中的缘分，那也是让我们两个之间从一个月亮的一个角度，或者说从一个像月亮牌一样，两之间的不愉快呀，或者说关系中的分离，或者是关系中有那种冥冥之间的安排，然后这样分离之后又来到了太阳牌这样的一个顺序，那两人之间的话就会关系会因为成长了之后，那两个人就会越来越好，或者说两人之间会去能够更加的懂得如何去呵护一段关系，或者是如何去照顾好一个缘分，或者是该如何去把握好一个关系之中的存在。所以呢会希望说当对方再次回到你们身边，或者是说当对方愿意他再次低下头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给对方尊严，然后你们要给对方尊重，然后也要愿意的去接受这段关系。因为如果说你们再次去考验对方，希望对方他能够为你们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你再决定要不要去答应他的话，那么这样反而也会造成这段关系有个不健康的速成，或者说会让这段关系反而你们会再一次的失去他。那他再次回到你们身边的时候，就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了，那你们又再把他赶跑，或者是你们又再次把他给赶走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再次回到你们身边。所以其实这个就会是一个考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说就是你们可能在对说这段关系一个要求的话，也不能真的做的太多，或者是说你们也是要适时的保留一点尊严给对方，也不要是完全去踩到对方的底线。那其实当你们如果说面对对方的时候，其实还蛮容易会有一种心理上的负面情绪会容易出现，会容易的浮现，会容易把这些压力施压在对方身上。所以你们千万记得，当对方回到你们身边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去试着压抑你们自己，或者说去改变你们自己可能在对说这段关系上的认知跟想法。因为如果说你心中是以压抑的方式，你们就会不自觉的会有那种情绪上的勒索，或者是会不自觉的表现出来，那其实对方是很敏感的，他是感受得到的。所以你们必须要去说服你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说不断的去告诉你们自己，其实这段关系它也两人之间是公平的，两人之间是站在同一个平衡点上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你们是要这么做才好。所以会恭喜你们，其实这段关系是非常值得你们继续要等待下去。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么不知道该怎么占卜，不知道该怎么和洋洋讨论占卜题目的话，接下来的影片让你们可以多做参考。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来看
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魔术师牌组的朋友，那么其实在目前你们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你们现在心中是已经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说其实你们现在一直都蛮犹豫，就是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决定离开这段关系，还是说你们要继续留下来，还是你们要主动的去找对方，或者是你们想要去为自己做一点改变，或者是再给对方一点时间，就是等等之类这种的想法，就是说你们会希望说让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可能自己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是不要总是一直待在原地做等待。其实你们是已经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或者是已经有花了很多的耐心，就是等待着对方，他就是再重回到这段关系里面，或者是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你们是已经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那么还有少部分的人，就是你们应该有在晚上的时候，或者是比较你们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可能会用交友软体偷偷去看一下对方是有在背着你，或者是说对方是不是有因为离开你之后，他就使用交友软体，就是你们会有这种比较有那个查情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那其实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因为你们会认为其实自己真的已经付出了非常多，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时间，或者是你们的耐心，或者说你们一直都花很多的力气，就是为了只是想要去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好，所以你们已经舍去掉很多你们过往一些你们可能已经是不太想要去放弃掉的，就是说你们已经把这个底线压得非常的低，结果对方还是就是不知好歹，然后就是依然呢还是想要去结束掉这段关系，或者说就跟你们比较少联络，所以其实你们现在是更多是有一种生气的感觉，或者是有一种满满的无奈，就是说你们都已经做了这么多，然后对方还是不愿意想要去付出，或者说对方还是仍然不愿意去看重你们这段关系，就会认为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就是被白费了。其实在过往的关系之中，因为你们会认为每一段关系都是得来不易，或者是每一段关系的缘分，能够有这个相处在一起的机会，都是会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或者是能够让自己不要在日后想起来的时候有那种后悔的心情，或者是后悔的感觉。所以因此呢，你们在面对说每一段关系，你们都会用尽全力，会把自己最好的一切给对方，或者是会把最好的一切付出，但是似乎对方他在过往的时候就是不知好歹，他就是会想要试着跟你们保持适当的距离，或者是有的人对方会一直从你们身上拿很多的钱，或者是会一直要求你们要为他们做什么，或者是希望你们可以表现出一些行动，然后来去表示说这段关系对你来说是有多在乎，所以对方总是在过往的时候会对你们有一些的情绪上的勒索，导致说让你们现在在面对说这段关系，有时候你们反而会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所以你们心中还是很在乎，还是很希望关系里面是有一个出口，或者是对方是能够再次回到你们身边，甚至有的人可能会想说，那不如就结束掉这段关系，就是会有很多这方面的想法，跟很多这方面的假设。其实你们真正最主要还是会希望说，对方是能够真的看到你们的好，是能够珍惜你们曾经所付出的一切。那更多有一部分就是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们是有一种不甘心的感觉，因为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付出太多了，你们会认为都已经付出这么多，还没有办法得到你们所想要的，或是对方好像仿佛就是不珍惜，然后就这样子拍拍屁股就这样默默的就离开，你们觉得很不爽，就会觉得自己付出这一切，对方就是应该给你们有所回馈，不应该再只是这样子，好像就这样子结束掉，就会觉得曾经所付出的这一切的青春、时间、金钱都是成本啊，那对方怎么可以就这样子呢？所以其实你们还是会有点希望说，你们已经付出这一切，还是会希望对方是可以回到你们身边，不要就这样子离开。那其实在对方的话，他曾经如果说以现在来看的话，他每次想到这段关系，他是会觉得你们所付出的这一切，他是有感受得到的。那甚至他在对说这段关系，他还是会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跟他在对这段关系，他有一些他没办法想透的这个部分。首先就是他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的话，我现在讲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的情况好了，比较好的情况就是说，他会认为你们曾经所带给予他的这些的
付出，其实他是有真的感受得到，并且他也非常珍惜，同时他也非常感谢你们曾经付出的这一切，让他看见了另一个自己，并且他也知道说，原来他是能够拥有这一切的资格，甚至呢，他也会认为说自己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他是能够很放松，能够很轻松，也是很能够做他自己，他再也不用像面对其他人一样要有戴一层面具，或者是说总是要去想着应该要如何去经营，因为你就会很主动，你就是会去付出，他有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就会主动去帮忙；他觉得很无聊的时候，你就会带给他一些乐子，或者说当你们两个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是没有话题聊，那么你也会主动开话题，所以他会认为，其实在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学到了非常多，他也从你身上找到了很多如何跟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技巧，又或者是说，在面对自己所喜欢的人，或者说另外一半，他应该要怎样去面对，或者说应该要如何去相处，所以他在面对于自己之后的感情，或者说现在自己身边的人际关系的话，他会效仿你的这些的方式，或者会效仿你的这些的方法，让他在面对说自己目前的人的话，人际关系之中，他是能够做到的，所以他反而会认为，因为遇见了你之后，他变得更好，他变得更不一样，那他也非常享受目前的他的现在生活的状况，所以呢，反而会变成是说，他目前他反而对说你们这段关系，他是没有太多想法，他甚至是更爱他自己，他更加是在乎他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他所得到的一切。那你们曾经所付出的一切，他虽然有很感激，他也还记得，可是他却没有想到说要为你们这段关系，他可能在付出点什么，这反而是会有点比较不一样的。所以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当他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他是有一点太过于自私，或者说他太过于是看他就是以他自己为中心，所以其实这个人会容易表面上说是带着感谢的心意，但其实他心中是更加的在乎说从这个人身上可以得到什么的这样的想法，所以其实这个人真的是有点太过于自私。那如果说像是星座的话，也会认为说在透过塔罗牌讯息，有可能对方会是土象星座，例如像是摩羯、金牛、处女，还有其他的星象星座的话，像是巨蟹、天蝎，还有双鱼。那少部分的话，有可能会是有牡羊座或者是射手座，但是牡羊座跟射手座的话，会是属于那种比较外向开朗的。如果说是那种比较内敛或是成熟的，就不会是，通常是那种比较涉世未深，或者是说是一直从小都被家庭给捧在手掌心上，或者是人生一直都过得太顺遂的人，通常就是那种火象星座的话，就是会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人。那其实这人的话，就会变成是说，他没有经历过一些挫折，或者是说，就是因为曾经对他太好，所以他反而会认为自己就是应该要拥有值得这一切。他在面对说自己的下一段关系，或者说在面对于你们的话，就是会变成他有可能会。就是继续跟你们要他所想要的，所以呢，其实这个人他在对说这段关系，他真的是比较没有抱持着打从心底的感谢，反而会认为说这一切都是可能是应该的，或者是他本来就应该要得到你所对他的好。那你们对他好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成为他在内心之中一个很重要的养分，所以对他来看，他真的是比较没有把你们放在心上，他真的是更加的是在乎他自己，可能在一段爱情里面是可以拥有什么，所以不妨你们可以回想一下，曾经这个人他在跟我们分享他的感情观呢，是不是真的有点太自私，或者是说比较没办法站在，就是说以他来看，他跟你们分享的话，他的角色，他的立场是不是比较没有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是没有以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他反而会有点像是责怪对方，或者说反而会认为就是对方哪里做的不够好，来去反映这段关系，他之前的感情才会就这样子结束。所以这个人他在面对爱情的话，通常一定要是别人来主动去追他，他不会自己主动去追别人，就是他主动去追别人，很快就会没有，就是会对对方没有感觉，就是他这个人是更加的是享受那种狩猎的感觉，或者说被别人给呵护、被爱的感觉。所以当对方发现他的心意的时候，或者当对方他想去回报给他的时候，反而这个人就会不知好歹，然后就会开始不去珍惜这个人，就是他这个人本身是会有这样子一个的缺点，或者是说比较会有这种需要在
备受经历，或者说备受磨练，或者是备受伤害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因为他就是一直来都过得太顺遂了，或者说他就是一直来都很多人要，或者是他就是一直以来都拥有很多的东西，所以当他失去的时候，他确实有时候在面对这段就是你们之前这段关系，如果说相处的时候，可能你们比较有点吝啬，或者说你们开始想要去踩住底线，不想要去为这段关系付出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对你们发脾气，或者说他开始就会去责怪你们，就是他有时候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所以目前来看，他对于说这段关系，他就真的没有放太多心思在上面，甚至他是把他的专注力是放在他自己的身上。好，那这句话我们就往下看。接下来你直接可以知道说，在对方心里面的话，其实他本来在对说你们这段关系，他是真的没有打算要付出点什么，或者是他在对这段关系，他本来就会有抱持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他反而会让这段关系就是两个人之间没有那么办法。那么的紧密，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贴近，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比较爱自己，或者是说他是比较在乎他自己，可能在对于感情里面他是可以得到什么，或者是说他这段关系里面是不是可以得到对方的照顾，或是可以被对方给注意，或者是对方是能够就是可以无限的包容他自己。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感情，就算你们之间断联跟分离的时候，或是比较少联络，他就真的比较没想到他自己，他就是会以他自己为中心，还是会以他自己所感受到的、自己所拥有的。那甚至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在对待爱情的话，就是有点后知后觉，或者是他会等到他自己真正失去的时候，才会发现到，或许这一切才就两之间相处啊，然后什么才是他要的，他可能才会发现到什么才是真正适合他的。所以其实这个人通常他是比较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把握住他的爱情，通常是等到他失去了之后，他才发现到说他已经真的坠入爱河，或者说他还真的喜欢上对方。所以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就是现在是呈现在一个比较像是断联，或者是比较少联系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的话，其实对方他是一个正在慢慢转变的时期。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他在他这个行动的部分是还在思考，还在思索。可是如果说等到他真的已经想透了，或者说等到他真的已经想好了，那么他就会主动找上你们，或者说他就主动想跟你们和好，想跟你们说清楚，他可能心中真正在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些想法。那其实他身边的人的话，在对说这段关系，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他有一些可能会认为自己是一些蛮荒谬的行为，或者说他自己可能在对于这段关系确实有一些他需要去做修正，需要去做改变，不能再像以往一样那样子总是去伤害你，或者是说总是把这段关系给搁置着，那反而会造成两个人双方之间在对说这段关系的话，都是会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结局，或者说不好的感受，甚至他会认为他会觉得他自己真的还蛮渣的。所以其实在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话，有时候他会想要试着去主动找你们，但是他的内心里面会有一个比较没有办法过去的坎。那这边的话有一部分，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同性之间的人的话，其实对方在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他反而会有点犹豫，就是他会认为两人之间是不是不应该在一起，或者是说两人之间是就是一定不会有结局，那么其实好像也不太需要，所以他反而会因为想要这个就比较没有勇气去找你们，可是他心里其实又很想要去找你们，因为他会认为他没办法把你给放下，或者是他会很就是想要去珍惜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所以他本来就会有那种模棱两可的想法。那如果说我们本来就是异性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就会恭喜你们，就是对方他确实有可能在面对爱情，或者在面对说自己所在乎的对象，或是别人在乎他，然后所做出的付出，他确实有发现到他一开始的心态是比较有一点抗拒的，或者是说他会容易去拒绝掉别人，这是他一个本能，或者是说他个性上的缺点。但实际上他的内心里面到底有没有真的讨厌这个人，还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喜欢上对方，他反而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花很多时间去验证，然后花很多的测验去看看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心，还是说只是一时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人本身他太没有安全感，他太渴望拥有自己他太渴望自己所想要拥有的一切，或者他在面对感情会容易看得太重，所以才导致于说他会非常担心自己遇到渣人啊，或者是会遇到利用他的人。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反而会认为
他现在已经想透了，然后他也会认为他应该要去做改变，不能再像以往一样总是以他自我为中心，或者说以他自己为主，然后在面对这种关系，他有一个比较懒散的态度，或者是他会认为你应该就会主动来找他，来跟他和好。可是渐渐的，他还发现到说，就算你来找他，他还是会比较没办法去相信，他反而要靠他自己去重新面对他可能在对于说感情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在面对于自己所在意的人的一些态度，他必须要重新自己去做这方面的思考，或者说重新去想想看他自己在面对爱情里面的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其实也刚好就是因为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确实有带给他所想要拥有的，或者是说他所希望的感觉跟氛围，所以因此这个人他会有想要付出行动去主动找你们，或者是说他会想要去做一些规划，确定好了一些最好的方式，然后俩之间适合什么样的方式相处，他会跟你讨论，跟你讲，跟你分享。如果说没有，他就会想要去主导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会希望说这段关系之后是可以按照他的方向去走。所以这时候就要看说原本你这段关系究竟是不是，就是应该是说原本这段关系究竟是单恋，还是稳定交往中，还是暧昧，因为这样的话就影响到了。因为如果说你们是属于暧昧的话，那么就是其实以牌面上来看，他会比较像是一个，他会认为两之间是比较偏向是朋友，或说是偏向朋友跟爱人中间的那一个关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就这两之间是真的是高度暧昧嘛？是高度暧昧跟交往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像家人又不像家人，又像情人又不像情人，就是对方会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他就会心思就会跟着被牵引。那如果说你不理他，就会很在乎你们；但如果说你们理他，一直待在他身边，他又会不珍惜，就是说他有发现到自己这样的一个个性上的缺点，所以他也会希望说两人之间之后见面的话是可以好好的谈一谈，让你知道他的一个状况，多了解他一点这样子。那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如果说以牌面上的话，宇宙透过塔罗牌讯息想告诉你们说，这个人其实是蛮适合要让你们继续等待的。虽然会听起来会觉得说，这个人他好像在面对表达感情，或者说在面对说自己感情的话，可能是不太懂得珍惜，或者是说还在一个成长，还是需要经历所谓在面对说爱情中风浪的，或者是考验的这个阶段，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人生。但实际上，这个人当他懂得爱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愿意付出他所拥有的一切，或者是说他会愿意呢想要去待在这个人身边，为了这个人好，那会让你感觉到他认为什么是最好的。所以其实这个人通常他可能在面对表达感情的时候，是属于这种比较内敛的，或者是比较不会去表达他自己心中可能在面对爱情中的一个想法，他会把他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自己所本来就有的东西跟你做分享，让你感受到他是很在乎你的，但是他反而不会透过嘴巴讲，会是用行动或者是用物质外在的东西去让你知道说他其实是很在乎你这件事情。但是每个人可能在面对说爱情化的那种能够接受程度是不同，或者说希望对方可以为自己做的方式也是不一样。所以当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其实对方他反而知道为你们所做的一切未必是你们真正所想要的，但是他反而是用他自己最真心的，然后是用他想要去让你们感受到的方式。那其实这个人的话，通常后面他是一定会主动的来找你们，所以这个人他通常会希望说是会由他自己来去主导这段关系，但偏偏他也知道他主导的还蛮烂，就是在面对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如果说他愿意主导，你们可以配合他，那你有发现到他可能在主导感情这部分是属于开始想去惹怒你，或者说他有点抓不到重点的话，那么这时候你们就可以去抢回这个主导权，他会很乐意将主导权分享给你们。那分享给你们的话，你们记得就只能一阵子，如果说长时间会不行，因为其实这个人他会更多是他会有时候会想要去控制这段关系，所以他愿意爱你，他愿意把自己最好一切给你，但是他却会希望感情是由他来去面对，我来去由他主导，然后由他来去规划你们这段关系之间的一个未来的旅程呢，或者说两之间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之后的一个发展的走向，他希望说可以由他来去处理好这些事情，而不是再由你。那所以因此呢，宇宙就会希望说，其实让你们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虽然说对方真的
还蛮不知好歹，或者是说对方真的表现上面是比较内敛，然后只有在他开心的时候，他才会对你们好，他不开心的时候就反而会一个人躲起来，不会让你们找到，你们就会觉得有点困扰，但是其实上你们两个之间这段关系是适合的。那其实有意外的，就是说对方反而能够补足你们在可能面对爱情里面，你们会不自觉的为对方好，然后就一直做，然后把自己最好的一切都分享给对方。但有时候在你们之前可能所经历啊，或者说所面对的其他的人，应该会是跟你们要，或者说会一直从你们身上拿到很多的好处，但反而现在是这个人，他一直跟你要，可是一直从你身上拿，可是他会懂得去醒思，或者说他懂得会去。当你离开他说，他反而会去醒思说，他其实因为依赖你，也是因为他很在乎你，他是很希望说你可以陪在他身边，他反而会让你觉得会有种回馈，或者是会有机会得到你所想要的。所以因此呢，宇宙会希望说，我们就继续尝试着等待看看，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消息、好的结果，对方就会主动来找你们。好，那这样的话呢，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如果想要去确认，或者说想看看说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做个人占卜的话，在影片的后面呢是有对于占卜题目的推荐，让你们可以做参考。我们下次再见喽。